很多人以为中国的强大只是一组数据、一次排名、几艘军舰，但对很多海外华人来说，它意味着一件更现实的事。在这个世界上，终于不用再低着头活着。历史早就告诉过我们，当一个族群背后没有力量，善良就会被当成软弱，克制就会被当成默认。1965年的印尼一次次针对华人的暴行，并不是因为华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不够强。而今天，当中国的综合实力、外交意志、军事底线被世界重新评估，海外华人的处境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不是所有的歧视都会消失，但有些红线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踩踏。下面一起看看马来西亚华人眼中的中国崛起。而中国的崛起并不是要他们表忠心，而是让他们在遭遇不公的时候知道，身后真正站着一个不会装聋作哑的国家。有部分华人朋友跟我说，中国很强了，但是中国再强也跟我们没关系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很痛很痛。怎么会没关系？为什么会没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的妈妈，爱我也一样爱你啊。这句话听起来很心酸很心酸，但是我跟你说，历史不会答应，历史会记得你们曾经的每一分付出。我先问大家，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遇到了不公平的事，到底谁会站出来？先说一个你们一定听过，但是却从来不敢细想的事。1965年印尼发生了大规模事件，几乎是一夜之间，无数的华人家庭从人间蒸发。513事件，那一次被残害的华人人数有多少人啊？他们甚至连妇女小孩都不放过，甚至连当地的军队都加入了暴行。也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一场针对我们华人的暴行是军队主导的。雅加达的那一场风暴再一次的席卷而来，无数店铺被烧毁，街道陷入恐慌，那些哭喊声，那些逃亡的身影，到现在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印尼华侨都不敢去回忆这件事情。而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今天这么强大，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能够保护华人。如今中国崛起，军事的强大让印尼的政府都不得不低头。这几年印尼境内不是还有一些声音吗？什么都怪华人，但是他们再也不敢这样子对我们的家人了，再也没有发生过针对华人的恶性事件。所以马来西亚的家人们，我们再去回头看我们马来西亚这一片土地，2015年发生了一个震惊我们华人圈的事情，我相信有很多的人记忆犹新。当时华人区突然被传入一片混乱，就在赤场街，很多的商铺吓到关门，老人抱着孩子躲在卷帘门后瑟瑟发抖。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次完了的时候，我们中国驻马大使站出来，他说了一句很坚定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这一句话像铁一样落下，闹事的人走了。那一天很多人都第一次看到，原来中国不仅保护自己的公民，也保护世界各地的华人。这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有官员在争议的现场公开站队海外华人，而且因为这件事情被公开指责。很多马来西亚华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哭了，因为那一次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有官员到场表示支持，甚至被当时的执政党说干涉他国内政。你知道这句话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吗？但是我们的妈妈她不畏惧，因为我们国家记得几十年前他的华人省吃俭用付出一切寄钱回去支持中国，那么几十年后是长大的中国回头来保护我们。我们这一代人享受着中文教育、华校体系、传统文化、年夜饭、拜祖先、拜天公，是因为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拼命的为我们争取，为我们努力，让马来西亚的华人都能够得到传承，让我的孩子也受到了华文的教育。我们大家都很珍惜，如今我们中国强大了，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已经能够堂堂正正站在世界的面前。只有中国强大，马来西亚的华人才不再害怕被遗忘。有一个网友说的最好，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时代。我们不是亲眼见证了历史吗？我们不是正在看弱国被欺负的场景吗？弱国无军事，弱国无能力，那么中国强大对于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来说，真的没有依靠吗？有的，真的，我们会更自豪、更坚定，
其实说到底，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我们身上流的都是同一种血，骨子里你我都是炎黄子孙啊。如果你看到这里，你愿不愿意告诉我，你觉得中国的强大跟你有没有关系？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相比，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新加坡的华人他看待我们中国人是有一种优越感的，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跟我们就很亲切，像打车碰到的司机，或者是说你在路上随便找一个华人去聊一聊的话，他们都会能跟你聊好多东西。就比如说他会讲他的祖籍是哪儿的，他什么时候过来的，他有没有去过中国，他去中国玩过几次，他去了哪些地方，他还会问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城市的，包括他还会问你在马来西亚待的舒不舒服。整体来说会跟他们聊天比较愉快，他们很健谈，也很爱跟你聊中国的这些东西。但是新加坡就不会，他就会跟你说请用英文跟我说话，不要用中文。如果说你跟新加坡的华人有冲突的话，他们会说你滚回中国去。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马来西亚他的华人都会很热心的帮助你，毕竟同属一家，同根同源，比较亲切。新加坡的华人对中国是没有什么归属感的，马来西亚的华人还会往上数几代会说自己是从中国过来的。所以说你要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比新加坡的华人更爱国，对中国更有归属感。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我感觉是两个种族，完全不一样。对我们中国的态度就天壤之别。大家不要以为海外华人好像都一样，其实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和新加坡华人就是天差地别。虽然说他们都不是中国人啊，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对我们中国的态度是相当之好，相当之友善，甚至说是有一点爱国的成分在的，爱中国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根是在中国的，他们都会知道自己的爷爷辈或者说自己的爸爸辈从中国、广东、福建那边过来的，他们会知道自己的根在哪。但是你要问新加坡，他们不会。我感觉新加坡华人可能会更加有一点像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他们都会有一种看不起中国人的感觉。包括马来西亚的华人中文说的很溜的，甚至说他们为了保留中文的文化，自己凑钱建中文的学校。你要知道马来西亚政府是非常不支持的，甚至说是严打的。他们在这种时期，有的做苦力的马来西亚华人一天可能赚10块钱，他会把8块钱捐到华校的建立，就已经是到这种程度了。但是你看新加坡不会，现在年轻一代的华人基本上不会说中文。新加坡它这个国家80%的群体都是华人，不存在什么是马来人为主导，他们自己主导把中文给它废了，国语就是英文。当然了，新加坡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发达国家，不可否认他们很厉害，但是其中确实是有他们偏向某些发达国家的因素。包括如果说你有机会真的去到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旅游的话，你在大街上遇到那种老一辈的马来西亚华人啊，当他知道你是中国人的时候，知道你是从中国来的时候，他都恨不得拉着你的手到他家吃饭，你知道吗？跟你去说他祖上是哪个地方的，跟你去唠家常。但是你在新加坡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的。如果说有去过这两个国家旅游的，可能会比较深有感触的。别看新加坡70%-80%都是华人，马来西亚只有20%是华人，就觉得新加坡比马来西亚更爱国，其实不是的。从历史上，包括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中国的援助是最多的。其实你从他们用的语言这一件事就可以反映得出来，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你像新加坡80%是华人群体，按理说一个国家80%都是华人，祖籍是广东、福建的，应该是要说中国话吧？哎，新加坡没有，新加坡官方语言是英文，他不说中文。但是马来西亚华人就没有，马来西亚华人虽然说在他们国家只是一个2等公民啊，还只有20%出头的人口，他们国家其实也不支持他们学中文的。你看印度尼西亚，你看泰国，你看他们那些国家的华人还会说中文吗？根本就不会了。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为了保留中文的传承，为了保留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们硬是生生的靠自己的血肉之躯，自己造中文学校，小学、初中、大学，完全是靠自己能力，靠自己的资金堆起来的，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中文的传承，中华民族的传承给它传承下去。所以你说这样一对比下来，你说哪个国家更爱中国呢？包括作为一个中国人啊，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到这两个国家旅游的话，咱不说歧视啊，新加坡的华人看我们中国人会有一种优越感的，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没有，他觉得咱很亲近。跟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唠唠嗑，他跟你唠半天，我祖籍是广东的，我祖籍是福建的，我会说客家话，我会说粤语，你就会感觉很亲近。但是你跟新加坡华人聊这些，他说sorry I cannot speak Chinese, please speak English， 他会跟你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这请说英文。哎，你纳闷了，我靠，一个中国面孔，一个华人面孔，结果说英文。包括新加坡为什么那么发达，为什么那么有钱，为什么能够在几十年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很厉害，但是确实也是因为亲英美。马来西亚就没有，马来西亚现在跟中国关系走老近了，一带一路。对比之下，不同国家、不同华人社群，因为历史路径跟选择不同，对中国的态度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不是优劣之争，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文化认同、语言传承以及我是谁的答案。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强弱分明、现实残酷的时代。中国的强大或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至少能让无数海外华人明白，尊严从来不是靠乞求换来。少小离中土，世代继南洋。锄禾兼经商，人如守祠堂。昔日若国在，人言皆轻言。今朝山河壮，四顾赶直前。